2020年是投资人大失血的一年。如果你是团长忠实的观众，你应该清楚知道，团长在2020年3月股灾时，提前预测股市会出现大反弹；在2021年时，提前预警股市可能涨高了，要增加现金水位；以及在2022年股市反弹时，提示你股市空头还没有结束。这些都是因为团长有了17年的交易经验，经历了3次的股灾，加上自己研发的大盘多空指标，有效的掌握趋势的方向。如果你想知道未来团长的投资规划，千万要看完这部影片哦。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要做股债配置呢？第一个原因是股票的风险比较高，债券风险比较低。所谓高报酬就伴随着高风险，低报酬风险就比较低。股票是属于风险比较高的投资商品，所以如果你把投资股票跟债券的比例做一个适当的分配，你的风险就会比较低，这样你在股票赔钱的时候亏损也会比较少。第二个原因是股票跟债券容易呈现互补的作用，也就是说股票如果在跌的时候，债券通常会涨，反之股票如果涨的时候，债券有时候会跌。如果把两项投资商品以等比例去投资，就可能达到一个互补的作用。虽然在股票大多头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将全部的资金投资在股票上，报酬比较低，但是在股票出现空头时，债券却能弥补股票的损失。第三个原因，每年的获利比较稳定。如果你全部都投资在股票，投资报酬会暴涨暴跌，获利忽高忽低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在空头市场时，过高的亏损往往会让人对投资丧失信心，所以投资时我们都不希望出现巨额的亏损，才能让投资长长久久。但是如果全部投资债券的话，在多头市场时报酬率又会太低。因此只要我们将股票及债券做适当的配置，如各投资 50%， 获利曲线就会比较稳定，不会有全部投资股票那种暴涨暴跌的现象，投资也会比较长久。你看一下这张图，这张图是股票以及债券的一个4象限图。从横轴来看，中间轴代表股票平均回报是 0%， 中轴右边代表股票的年平均报酬率比较高，从0到 60%， 中轴左边代表股票赔钱，股票的特性是暴涨暴跌，所以最惨报酬率有可能赔到负 60%。 从纵轴来看，中间轴代表 0%， 中轴以上代表债券的每年平均回报率为正报酬，最高来到 40%，中轴以下代表负报酬，最惨平均报酬率为负 15%。 我们首先来看到4象限图的第一个象限，这个象限是股票及债券都涨的情形，大概有 60% 以上都是这种情况，而股票投资报酬率通常会比债券的报酬率来得高。如果越偏右边，就代表股票的投资报酬率特别高，如果是落在比较偏上面的位置，则代表债券的报酬率特别高。接下来看到4象限图的左上角，也就是第二象限，第二象限代表股票是跌的，但是债券是涨的。如果位置越偏左边，代表股票赔的越多，位置越偏上面，代表债券涨得越多。这种现象的年份会比第一象限来得少，大概会有 20% 的年份会落在第一象限。接着看到左下角的第3象限，第3象限代表股票跟债券齐跌的现象，位置越偏左边，代表股票跌得越多，越偏下面，代表债券跌得越多。这种股债齐跌的现象其实很少见，会发生的几率不会超过 5%。可是2022年我们就出现了这个现象，投资人可说是哀鸿遍野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主题，所以别忘了按赞并看到最后哦。最后我们看到右下角的第4象限，第4象限代表股票涨，债券却跌的现象，越偏右边代表股票涨得越多，越偏下面代表债券跌得越多，这种现象也算是比较少的，大概会有 15% 的年份会落在这一象限。我们从4象图可以清楚的了解，在 95% 的情况下，股票跟债券都有互补的作用，所以常常听投资达人说股债配置比较安全，获利也比较稳定。可是在2022年这段期间却出现股债双杀的现象，这代表股债配置不灵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表，这张图表是2017年到2022年的股债4象限图，很明显的看出来，原本在2021年的时候是债券跌，但股票涨的第4象限，结果没想到2022年却出现了股债双杀的现象。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股债双杀的现象呢？让我们从历史来找答案。从这张图表我们可以看到，过去1928年到2022年
将近100年的股债四象限图，很清楚的看到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股票跟债券都获利的第一象限，又有 60% 的几率，有 20% 的几率出现债券涨股价跌的第二象限，有 15% 的几率出现债券跌股价涨的第四象限，以及有 5% 的几率出现股债双杀的第三象限。最明显的就是1931年、1941年以及1969年，这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让我们继续分析下去。1931年其实是出现近100年历史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。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大萧条呢？主要是交易市场上太过火热，所有人都参与了股市的热络。著名的差协同理论也出现在大萧条之前，因为股市太好赚了，因此大家都开了杠杆去炒股。在过多的杠杆交易下，导致泡泡越吹越大，最终泡泡吹破，配上美联储的紧缩政策，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通缩时期。在1930年出现大萧条初期，刚开始是属于股票走弱、债券比较强的第二象限，之后在1931年时才出现股债双杀的第三象限。但是隔1年之后的1932年，马上又跳回一样是股票很弱，但是债券很强的第二象限。经济大萧条期间，除了失业率大幅攀升，还有导致连续3年的期间，股票报酬率都是赔的。这是所有投资人在投资股票最惨的一个时期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资产配置最好的例子。如果你有配置债券，至少有2年的时间不会完全亏损。在1939年，德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额赔款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起初1940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打，资金从股票转到债券来避险的第二象限，与1930年相似，但不同之处是这次发生了战争。所以很快的，战争的刚性需求就带动经济快速的反转，反弹的力道特别强，股市的反弹比较快，一下就从股债齐跌的第三象限，到1942年拉回股债齐涨的第一象限。而在1969年股债双杀之前，世界因为印了太多钞票，面临了高通货膨胀。1968年原本是股强债弱的第一象限，然后一小段时间变成了股票赚钱但债券赔钱的第四象限。之后1969年因为通货膨胀高涨，转到股债双杀的第三象限。在1970到1971年期间，因为美联储短暂转为鸽派降息的政策，让股市与债市迅速的由先起跌的债券发出反攻号角，重返第二象限。直到1970年又回到股债齐涨的第一象限。我们把第3次的历史与2022年的股债四象限图做个比较，跟2022年轨迹最近的正是1969年之前，同样是由高通胀与美联储升息及紧缩政策所带动，先由债市转弱的现象。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的美联储立下决心，要提前使出1980年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克的手段，坚持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，彻底让通膨降温，而不会像1970年代快速转鸽派，让通膨拖了近10年之久才真正降温。因此接下来美联储何时转鸽派降息，将是2023年回报能否像1970年一样，先回到债强股弱的第二象限，之后再快速回到股债齐涨的第一象限，值得我们去做参考。我们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，可以发现1968到1971年代是债券先弱，后来股票才跟着跌。因此如果要回到股债齐涨的第一象限，势必也要先由债券出现高额的报酬，之后股票才有机会出现比较显著的正报酬。因此如果要终止股债双杀的现象，势必要等到债券先止跌回稳，那时候股票才有机会出现止跌的迹象，也是我们抄底股票的最佳时机。而要出现这样的现象，当然必须先让美联储升息的目的达到，也就是通膨透过经济衰退而降温，甚至出现失业率大幅攀升，才是债券会出现大反弹的关键。接着我们来看到这张图，这张图是过去1928年到2022年的股票回报率与通货膨胀率图。蓝色柱状图是 SP500 的股票回报率，橘色点代表通货膨胀率。仔细看到1969年通货膨胀起来，股市虽然在1969年一年投报率是负的，但是因为美联储迅速降息，导致股市很快在1970到1972年回到正报酬。但是因为这种错误的政策，让通膨反反复复的上升，一直到1980年通膨都降不下来。
接着我们看这张图，这张图红色线代表美国公债10年期利率，蓝色线代表 CPI 通膨率，浅蓝色底则代表景气衰退。可以看到1970到1980年代的大通膨时代，因为美联储过快的实施鸽派的降低利息政策，导致经济在短短的10年内经历了4次的衰退，直到1980年代3月份，美联储主席沃克将联邦基准利率从 10.25% 提升到 20%， 并保持到 16% 以上，这才让通膨梦魇在1981年5月彻底的给压下来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2023年的预测。IMF 预测通货膨胀仍然会居高不下，但是有可能在2023年开始下降。不过即使通膨下降，美国的 GDP 年增率还是从 1.6% 下降到 1.0%。来看看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预测，中国的 GDP 年增率预测将会由2022年的 3.2% 上升到2023年的 4.4%。只要中国 GDP 年增率持续大于美国的 GDP 年增率，世界就很可能出现转变，也就是世界帝王换人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着。这也是团长为何在入港股持续破底下，还是继续分批加码的原因之一。如果世界第一经济大体换成中国，很可能以后大家通用的货币不会再是美元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明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，还是硬着头皮封锁中国高科技的原因。而我们小国之间的斗争，很大原因其实都是大国与大国竞争的棋子而已。了解这些总经的大方向之后，团长做一下未来的规划。真实高等级债券，尤其是美国公债，在2022年底已经慢慢出现现金为王的概念出现，这时候反而是我们开始要慢慢将现金比例降低的时候，分批真实高等级债券，尤其是美国长期公债，等到利率出现反转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有较好的表现。但是这边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世界强权出现反转，如中国超车美国，美国的长期债券就不适合超长期投资的。我指的是超长期，是指5年以上。如果降息开始出现尾声，也是美国长期公债可以卖出的时机。2. 逢低买入港股。虽然我们都知道中美贸易战有地缘政治风险，也不知道中美大战谁会胜出，但是因为美国强力打压中国，以及中国严格执行清零的政策环境下，股价已经跌到了谷底，经济不可能永远衰退，风雨总会过去。中国及香港的股票很多在2021年不但没涨还下跌，也是最早下跌的市场，所以未来如果出现反弹，也会是最早反弹的市场，反弹的力度也很有可能是最强的。3. 真实军工股。中国20大结束后，习近平派系掌握了所有政权，政策首重国家安全，并贯彻执行清零政策，看起来很像德国第2次世界大战前及美日贸易战前夕。贸易战或是更大的战争可能即将爆发，因此多元布局军工概念股也是团长规划的方向之一。4. 耐心等待。在空头市场要能熬得住，最重要的除了资产配置以外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耐心。等待空头结束，反弹的力道相信也会很快很猛。以上就是团长对于未来的投资规划啦。虽然现在市场很悲观，但是雨过总会天晴，祝福大家都能顺利度过股灾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我是巨股团长，陪你成为智慧型投资人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